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苗教主。一个17岁的女孩去参加一个神秘的生日聚会，那天像往常一样，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同，但她却消失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她没有去学校，没有回家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家人联系了女孩的男友，却得知昨晚他们根本没有在一起。那么昨晚女孩去见了谁呢？又发生了什么呢？失踪的女孩叫丽娜·帕特鲁舍娃，出生于1997年，生活在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，就读于南乌拉尔大学。2014年11月7日，她正常在学校里上课。下午，丽娜乘坐巴士前往帕克维小区。随后，她给家人发消息说今晚可能不回来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丽娜的继父发现女儿还没有回家，电话也关机了，于是联系了女儿的男友基里尔·普兰科夫，一个19岁的男孩。基里尔说他并没有与丽娜在一起，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而且当基里尔知道了女友失踪以后，马上与丽娜的继父一同前往警局报告了女孩的失踪事件。那么昨晚女孩去参加了谁的生日聚会呢？丽娜失踪前并没有告诉任何人。警方对这位过生日的神秘朋友非常感兴趣。通过电视台和网络的传播，很快整个车里亚宾斯克都知道有个女孩失踪了。搜索行动在11月9日展开，除了警察和救援人员以外，还有1000多名志愿者加入了行动。他们详细地搜索了帕克维小区，不过第一天没有什么收获。第二天，搜索行动覆盖了整个车里亚宾斯克。丽娜的家人甚至还求助了通灵者。通灵者说，很遗憾，丽娜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他看不到丽娜的具体位置。与此同时，警方一直在寻找当晚过生日的神秘人。在排查监控录像的时候，警方发现，在丽娜失踪的当天下午4点28分，与一名男性共同出现在亚历山大小区。在画面里，他们走向公交站，并上了3路巴士，开往帕克维方向。而丽娜的手机信号最后出现的地点也是在帕克维小区附近。经过证实，监控里的这名男性正是丽娜的男友基里尔·普兰科夫。而之前基里尔的证词是他当晚没有与丽娜在一起。那么他是不是撒谎了呢？警方再次审问了基里尔，他说当天自己的确见过丽娜，但是丽娜在帕克维小区下车了，而他继续乘车前往多尔戈德，那里是他父母的家，他的哥哥马克西姆和其他的朋友可以作证。2014年，帕克维附近还属于未开发状态，除了几排居民楼什么都没有，所以那里没有监控，也没有目击者。但是在网上很快有人爆出，丽娜根本不是去参加什么生日聚会，而所谓的神秘人就是基里尔的哥哥马克西姆。网友猜测的失踪版本是这样的：丽娜不是要去帕克维，而是去多尔戈德。因为多尔戈德在城外，所以当晚无法回家，在那里也没有所谓的生日聚会，只是男友的哥哥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喝酒。丽娜的继父不会允许女儿参加这样的场合，所以丽娜对家人撒了谎，可能在聚会上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，导致基里尔与哥哥杀死了丽娜。对于这个猜测，基里尔和哥哥都提供了不在场证明，他们的一位朋友可以作证。当晚3个人一起看电影，并没有丽娜。警方只能放过了基里尔和马克西姆，不过志愿者还是选择相信网络上的版本，他们决定将多尔戈德以及周边地区纳入搜索范围。此时，在网络上指责男友基里尔是凶手的人非常多，于是基里尔决定写一篇声明进行反击。他发布了这样一篇帖子：我80%的时间都在配合警方寻找丽娜，如果你有任何线索能把我送进监狱，那么请你联系调查委员会。随后，基里尔又发布了另一篇帖子，他说：丽娜，我非常的爱你，明天就是我们在一起的第5个月，希望你能回来，为了我，为了你的家人和朋友。正当很多人开始同情基里尔的时候，有人翻出了他的社交账号，让所有支持他的人都闭上了嘴。基里尔在社交平台上经营着一个封闭的社区群组，里面发布的内容全是与他有染的女孩照片。有人数了一下，一共是224个女孩。这个消息一出，引起了俄罗斯黑客们的注意，于是基里尔的账号被众多黑客围攻，大量基里尔的照片被爆出。这个社区群组里的聊天记录也十分露骨。基里尔在这里说，丽娜只不过是他的第224个女孩，所以他在帖子里写到他爱丽娜，这能是真的吗？据基里尔的朋友说，基里尔每交往一个女孩，就必须拍下足以证明关系的亲密照片，然后分享到网络群组里炫耀。不仅如此，丽娜的继父也对媒体说，曾经看到丽娜的脖子上有伤痕。于是向丽娜追问是谁勒的，丽娜说是基里尔。于是继父建议丽娜与基里尔分手。丽娜一家人与基里尔住得不远，
都在亚历山大小区。有一次，丽娜与基里尔约会在小区的一座公寓天台上，两人发生了争吵。这幅景象被邻居看到，于是通知了丽娜的继父。继父在监控里看到基里尔的行为粗鲁，并对监控镜头做出不雅手势。继父立刻赶往天台，但是基里尔却锁上了通往天台的门。于是这位继父用消防斧砸开了门，救出了女儿。因为这件事，继父还被安保人员带走，去物业管理公司接受罚款。随着舆论的发酵，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出现。首先，警方发现基里尔的哥哥在小区附近出现。丽娜失踪当晚19点10分，他被小区附近的监控拍到。晚上22点，又出现了2名女孩前往基里尔租的公寓。经过警方的调查，找到了这2名女孩，她们承认当晚与基里尔和马克西姆在公寓里约会。所以基里尔被证明再一次撒谎，他根本就没有在多尔戈德，而是就躲在帕克维旁边的亚历山大小区。警方要求基里尔配合调查做测谎实验，但是基里尔却以心脏病为理由拒绝了。11月14日，丽娜的继父不能再等了。虽然丽娜不是亲生女儿，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，他养育了她。现在他甚至不知道丽娜是死还是活着。愤怒的安德烈找到了基里尔，与他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。在这次特殊的谈话后，基里尔突然决定写一篇认罪书。不过在认罪书里，他说自己只是抓住了丽娜的胳膊，凶手另有其人。基里尔·普兰科夫学校对他的评价是性情冷漠、谦虚、整洁，但朋友给他的标签却是一名搭讪艺术家。2014年6月初的一天，基里尔在网上遇到了放暑假的丽娜，于是基里尔发送了这样一条消息：我知道你现在正在读这条消息，正在犹豫要不要给这位帅哥写信，别害羞，写吧，我保证你不会后悔的。于是两人开始联系，朋友们提醒丽娜，这个年轻人是个好色之徒，不过他无视了朋友们的建议。两人认识了仅仅1周就开始约会。起初2个人之间的浪漫关系让很多人羡慕，但是丽娜的继父却不这样认为，她的男友表现得过于关心了。基里尔要每时每刻知道丽娜在哪儿，与谁在一起，并且禁止丽娜与其他人交流，甚至会嫉妒在丽娜自拍照下留言的人。基里尔在社交平台上，丽娜的每个帖子下面都用下流的语言诋毁丽娜的其他朋友。9月份，暑假结束了，丽娜考入了南乌拉尔大学，她接受了继父的建议，开始认真学习，并报名参加了大学里的额外课程。但是基里尔却开始跟着丽娜一起去上学，想要彻底控制丽娜的生活。丽娜在内心深处渐渐产生了与基里尔分手的想法。2014年11月6日，这天也不例外，基里尔在学校里陪着丽娜。趁丽娜与教授讨论的时候，他偷偷地检查了丽娜的手机。基里尔发现自己的女友正在与另一个男孩聊天，并表示要与自己分手。基里尔用手机拍下了这段聊天记录，然后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将丽娜的手机放了回去。当晚，他回到了多尔戈德父母的家中，见到了同父异母的兄弟马克西姆·瓦利申。基里尔用比较夸张的词语描述了女友的背叛，他想要教训教训丽娜。马克西姆没有阻止弟弟，反而同意帮助他。第二天10月7日，基里尔给丽娜发了一条消息，他说自己为丽娜准备了一个惊喜，去一个美的不可思议的地方散步，而且他要求丽娜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丽娜不敢告诉继父她要去基里尔那里过夜，于是她撒了谎，说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，并给了继父一个错误的地址。继父不但没有怀疑，还为了聚会给了丽娜500卢布。丽娜先来到了亚历山大小区，与基里尔在公寓里发生了关系，然后基里尔带着她出门，去那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散步。两人来到了帕克维小区附近的森林里，这里有个隐秘的地点，是基里尔与哥哥常常喝酒的地方。丽娜是个毫无戒心的女孩，她依偎着自己的男友走进了森林。在这里，基里尔突然换了一副面孔，他掏出了手机，将丽娜的聊天记录亮了出来，让丽娜解释。然后基里尔大骂了丽娜一顿，要求丽娜跪下来给自己道歉。丽娜没有说话，只是低着头站在那儿。接着基里尔的哥哥马克西姆从隐秘的地方走了出来，丽娜并没有看见他。他突然在丽娜的腿弯处踢了一脚，丽娜被踢在了地上。兄弟俩开始袭击丽娜，他们打了丽娜很久，直到丽娜失去了生命体征。基里尔建议把丽娜藏起来，马克西姆将丽娜扛在了肩上，
走进了森林深处，用白桦树枝遮盖了丽娜。离开前，基里尔砸碎了丽娜的手机，并拿走了丽娜口袋里的500卢布，那是早上他继父给他的。基里尔与哥哥返回了公寓，并叫了2个女孩一起庆祝。11月15日，基里尔带着警察来到了森林里，指认了埋藏丽娜的位置。他的眼睛里没有泪水，没有遗憾，仿佛发生的一切他根本不在乎。法医专家检查了丽娜的死因，由于颈部受伤导致窒息死亡。在警方要求他展示案发经过时，基里尔开了一个愚蠢的玩笑。他说：“我该如何展示垃圾粘在我的手上？”调查员问他：“你打他的时候，他尖叫了吗？”基里尔再次笑了起来。他解释道：“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尖叫？我们故意打在他的肺上，然后是胃和脾，他根本无法呼吸，昏了过去。”调查员非常惊讶，他们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了。精神科医生也对兄弟俩进行了检查，认为2人在行凶时神志清醒，并不存在心理疾病。同时，医生还指出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极端案件的凶手并没有精神障碍，这只是家庭的教育和疏远的关系造成的。这导致他们无法适应日常困境，而转变为产生攻击的触发因素。2005年6月17日，车里亚宾斯克法院判处基里尔·普兰科夫17年零6个月监禁，哥哥马克西姆·瓦利申16年零6个月监禁。但是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。2024年，基里尔·普兰科夫被释放了，他回到了车里亚宾斯克，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，还租了一套公寓与新女友住在一起。根据媒体的报道，基里尔在2023年参加了俄乌战争，但是他没有得到武器，只是在扎波罗热挖了6个月的战壕。不过他因此获得了特赦。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用照片讲述真实的故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。